雍正权谋全系列第5篇，八阿哥为何全盘溃败？九子夺嫡的历史谜团向来不在雍正何以逆袭登基，而在手握满朝人心、占尽朝堂优势的八阿哥胤祀为何会在稳赢的局面中步步沦陷、全盘崩溃，最终沦为夺嫡棋局最大的输家？影视剧与民间野史不断渲染胤祀的温厚贤德，可惜落败，将他塑造成运气不佳、被父皇偏心针对的悲情皇子。可翻开真实清史便能看透，胤祀的彻底败局从非偶然。他终其一生都在经营人心、讨好朝臣，却从未参透封建皇权的核心底线。这场看似君臣拥戴的双赢局面，恰恰是他被康熙彻底放弃、断绝继位可能的致命根源。大众对九子夺嫡向来存在巨大认知误区，储位博弈从来不是一场比拼人品、人缘与民生的选举，而是一场考验权谋认知、皇权敬畏与治国格局的终极较量。谁最能收拢百官人心，谁就最容易沦为皇权的头号威胁。这也是胤祀一生最大的认知错位。胤祀的皇子起点在众多兄弟中最为卑微尴尬。他的生母梁妃卫氏出身，新者库，是后宫最底层的包衣出身，无世家门第加持，无外戚势力支撑。对比生母家世显赫、自幼备受宠爱的太子胤庆、大阿哥胤矬，乃至后来低调蓄力的胤纯，胤祀从出生开始便没有任何先天夺嫡资本。正是因为起点远逊旁人，胤祀自幼养成藏锋守拙、圆滑温润的处世之道，深知高调争锋只会引来祸端。唯有广施恩惠、接纳人心，才能在复杂的皇宫朝堂站稳脚跟。不同感系其他皇子金贵高傲、目中无人、结党排外，胤祀待人处事极为圆通周全，对父皇康熙恭敬孝顺、谨慎侍奉，对宗室兄弟礼让包容，处处周全，对朝堂文武百官体恤宽厚，不摆皇子架子，就连宫中底层太监侍卫、地方微末小官，皆能得到他的礼遇与恩惠。长年累月的布局经营，让胤祀积攒了无与伦比的朝堂人脉，组建起九子夺嫡中势力最庞大、根基最深厚的八爷党。九阿哥胤翡家底丰厚，财力盖世，全程为八爷党运作提供充足银钱，打通朝野上下各类关节。十阿哥胤宗室资历深厚，亲朋遍布勋贵圈，专门负责连接满洲宗亲势力。14阿哥胤禛手握西北重兵，兵权在握，成为胤祀最坚固的后台屏障。四方势力环抱之下，八爷党门下朝臣云集，势力盘根错节，满朝文武半数依附其门下，民间百姓更是广传八王贤明，朝野上下几乎呈现众星拱月、独尊胤祀的格局。在满朝百官、宗室勋贵与天下百姓眼中，胤祀谦和有德，知人善任，体恤臣僚，宽待民生，是最契合人君标准的储位人选。反观冷面寡言、手段刚硬、动辄严惩贪腐的四阿哥胤禛，完全没有帝王风度与仁者气量。可所有人都只看到了胤祀的贤德与人望，唯独康熙看透了这份温和表象下的巨大隐患。在一代千古帝王眼中，皇子过度深得臣心、过度笼络朝臣，从来不是治国良才的体现，而是结党营私、架空皇权的最大隐忧。封建皇权的核心逻辑从来简单直白，天下民心，朝臣忠心，宗室向心力，只能唯一归属帝王一人，绝不允许朝堂出现第二个权力中心、第二个民心归处。一旦皇子声望盖过帝王，朝臣只知亲近皇子，不知效忠皇帝，皇权的独尊权威便会彻底动摇。这是康熙执政一生最忌讳、最不能容忍的底线。康熙47年，第一次废太子风波爆发，延续数十年的储位格局瞬间崩塌，诸位皇子纷纷伺机而动，朝堂派系林立，党争四起，内耗不断，大清朝堂陷入空前混乱。为稳定朝局、平息皇子纷争，康熙特意下诏，命满朝文武宫举新太子人选。他的真实初衷并非择立新储，而是有意借朝臣舆论台阶，让废太子胤祀顺利复位，快速结束朝堂动荡。可结果却彻底超出康熙预期，满朝满汉文武、宗室勋贵无一人异议，近乎全票推举八阿哥胤祀继承储位。这场万众归心的推举，不仅没有成就胤祀的储君之路，反而成为他命运的转折点，直接断送了他所有继位可能。康熙瞬间察觉到刺骨的威胁，一个出身低微、无任何外戚根基的皇子，竟能凭一己之力笼络整个朝堂，让所有文武百官齐心拥戴，众口一词。这股庞大的结党势力已经足以撼动皇权、挟制帝王。今日百官能集体拥戴胤祀，明日便能集体逼宫，架空皇权。对不赖坐镇江山数十年的康熙而言，这样一个能轻易掌控朝堂人心的皇子，绝非合格的继承人，而是动摇国本的乱源祸根。自此，康熙心中底线彻底敲定，无论胤祀何等贤德，何等得人心，绝对不能将大清江山交到他手中，绝不允许自己辛苦坐稳的皇权在下一代手中沦为臣党操控的工具。
后世多数人误解康熙打压印寺是厌恶其结党，真实核心原因从非结党本身，而是恐惧他人心过剩，势力过大，声望盖主，已然威胁到皇权独尊。此后数年，康熙开始全方位无死角打压八爷党势力，屡次即由细微小事贬斥印寺，逐年削减其俸禄待遇，剥夺其参与核心朝政、宗室议事的资格，一步步拆分瓦解他积攒数年的朝堂势力，切断他与文武百官的往来纽带，而彻底终结印寺夺嫡希望、断绝父子情分的关键事件，便是康熙53年的敛秋闱列死婴事件。当年康熙率众皇子远赴塞外热河行猎，恰逢印寺生母梁妃忌日，他需前往祭拜王母，无法随行侍驾，本是情理之中的合理缘由，却成为有心人炒作构陷的契机。为向父皇请罪，表达忠孝之心，印寺特意精选2只品相绝佳、体态雄健的海东青，专人送往康熙行，再请安问好。可2只威猛雄鹰抵达康熙手中时，竟双双奄奄一息，濒临毙命。这一离奇景象被朝野之人无限放大，直指印寺蓄意为之，以残阴讽喻康熙年老体衰，行将朽木，是大不敬、背逆君父的重罪。本就对印寺心存猜忌、处处防备的康熙，当场龙颜大怒，认定印寺心怀怨怼，诅咒君父，当众怒斥印寺行止卑污，心术不正，并公开宣告自此朕与印寺父子之恩绝矣。这一句断情之言，直接宣判印寺彻底退出储位争夺，数十年潜心经营的夺嫡布局瞬间化为泡影。即便局势已然彻底明朗，印寺依旧无法看懂自己的败局根源，他始终固执地认为自己落败是因为父皇偏听偏信、小人构陷，只要持续经营人心，维持朝堂声望，守住百官支持，依旧有东山再起的机会。他从头到尾都没有领悟，帝王治国与皇子夺嫡从来不需要一个深得臣心、被百官绑架的老好人，需要的是一个能够独揽皇权、镇压党争、制衡群臣、绝对效忠皇权的铁腕继承人。对比之下，最终胜出的雍正胤禛全程精准避开印寺的所有致命死穴，完美契合康熙晚年的择处标准。九子夺嫡最激烈的数年间，胤禛始终保持低调隐忍，对外潜心礼佛，无欲无求，不结党，不揽权，不讨好朝臣，不经营民生，不参与任何皇子纷争，不卷入任何朝堂派系内耗。他不刻意施恩揽落人心，不刻意博取百官好感，只专注揽起手头政务，无论事务繁杂琐碎，无论得罪朝臣权贵，皆务实落地，铁面执行，专心帮康熙整顿积弊，肃清贪腐，稳固国本。当其他皇子忙掸争民夺利，拉帮结派，争取百官支持时，胤禛始终站在帝王立场思考问题、处理政务，以皇权稳固为核心，以王朝兴衰为己任。这份绝对的立场、忠诚与务实担当，是康熙最看重的品质，也是他最终传位胤禛的核心关键。康熙晚年的大清早已历经数十年积弊，官场贪腐成风，朝堂党争不断，财政亏空严重，社会矛盾积压。王朝最迫切需要的，从不是一个人人叫好、处处妥协的仁厚君主，而是一个敢战动刀改革、敢战得罪权贵、敢战打破旧弊、敢战独揽皇权的铁腕帝王。胤祀的宽和仁厚，放在盛世太平年代是治世仁君，放在积弊深重的乱世，便是软弱无能、姑息养奸。而雍正的冷面刚硬、务实狠戾、不徇私情，恰好匹配了大清改革自救的迫切需求。纵观全程，胤祀的落败从非疏忽能力、人品与运气，而是彻底疏忽的认知错位。他毕生心血都用力讨好朝臣，经营人心，积攒民生，将臣僚拥戴当作夺嫡资本，却忽视了皇权时代最核心的规则，唯独没有讨好皇权，顺应帝王心思。他赢尽了百官，赢尽了宗室，赢尽了民间舆论，却唯独输给了至高无上的皇权规律。更为讽刺的是，即便彻底失去夺嫡资格，被康熙彻底地弃，胤祀依旧手握庞大朝堂号召力，满朝文武依旧心向八爷，感念其恩德。这也是雍正登基之后执意冷血清算八爷党，将胤祀彻底打压除名的根本原因。一个失势的废皇子尚且能动摇朝堂人心，威胁皇权稳固，若放任其留存势力，日后必成朝堂隐患，动摇新政根基。为了稳固皇权，杜绝党争复燃，雍正必须斩草除根，彻底清除隐患。从皇权博弈的底层逻辑来看，胤祀的悲剧结局早已命中注定。封建帝制之下，皇权必须绝对集中，绝对独尊，不允许任何私人势力、任何臣子威望凌驾咱皇权之上。胤祀数十年苦心经营的贤明与人脉，看似是护身的资本，实则是引祸的催命符，是触犯皇权底线的最大禁忌。九子夺嫡这场惊心动魄的皇权棋局，留给后世最深刻的启示，从非谁胜谁负，而是一条永恒的权力规律。皇权博弈之中，过度深得人心从不是优势，过度锋芒外露只会引来反噬。懂得收敛野心，归权搁得上，
顺应帝王本心，恪守君臣本分，才能在权力漩涡中保全自身，立足不倒。而胤祀不懂权谋底层逻辑，执迷人心经营的认知偏差，最终让他手握满盘好棋，却落得满盘皆输，身败名裂的凄惨结局。你觉得，如果八阿哥胤祀当年懂得收敛锋芒，低调隐藏实力，不再刻意经营朝堂人心，能否避开康熙的猜忌，逆转最终的夺嫡结局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。